解放军或将在2027年武力攻台的说法，海恩斯拒绝公布更多细节。但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斯科特·贝里尔在同一场听证会上也表示，美方认为中国大陆可能在避免武装冲突，更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那么他对外发表这样的言论呢，说明他认为就是中国大陆呢，并不是一定非要用军事手段来解决两岸的这个统一问题，而是说呢，尽量争取使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他看的还是比较清楚的。第二点呢，就是中国并没有放弃这个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那他这个指的是呢，解放军的现在这种立体作战的能力，就是还有信息化条件下作战的能力呢，都有大幅度的提升因为这个情况呢，并不是要和美国去比整个的综合的军事力量，而是说呢，要在这个区域里边形成就是大陆的或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种军事上的优势。值得警惕的是，虽然中方已经多次强调台湾问题和俄乌危机性质根本不同，但海恩斯和贝里尔都在这场听证会上再次把二者进行恶意类比。这两位美国情报高官宣称，台湾也汲取了俄乌冲突中的一些要素。这两位美国情报官员也进一步验证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小动作。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消息，根据台渔业部门的公告显示，台湾海军自周2至周5连续4天进行导弹射击，范围从屏东县九鹏基地至台东县绿岛及兰屿外海，射程超过200公里。军事专家初步研判，可能是雄风系列导弹的实弹验证及年度操演训练。报道还称，不仅台海巡部门出动舰艇海上管制，雄风系列导弹的研制部门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也派出无人机及指挥作业车监控及取得导弹相关参数。蔡英文上台后，不断加强武器装备的研发力度，企图以武谋独。今年1月，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在台立法机构完成3读程序，拟投入约530亿元人民币，在未来5年研制8项，共计10款武器，涉及联合反制、整体防空及海上截击3大作战领域。在台军的海空战力提升计划当中，自制岸置反舰导弹系统包括雄风2、雄风3和增程型雄风3共3种。今年3月，台防部门提交给台立法机构的一份报告称，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的新型导弹量产厂房将在今年6月完工启用，到2023年，台军自制导弹的产能将达到高峰，其中雄风3年产能将由目前的20枚提升为70枚，雄风2与新型雄升地对地巡航导弹共享生产线，年产能合计将由目前81枚提升为131枚，但各自产能未披露。增程型雄风3的年产能也并未披露。另据岛内媒体曝光，台军还将高超音速武器研发提上日程。台湾联合新闻网近期报道称，台中山科学研究院已设立秦阳2专案计划室，准备开发台版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所需的载具系统。此外，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负责人张忠诚去年4月在台立法机构接受质询时，首度证实该机构正在研发隐身战机。台湾中国时报今年4月报道称，台军下一代战机计划由台空军、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和台湾汉翔公司合作进行，将采用双发和隐身设计，设计图已出炉。台空军已着手建案，若一切顺利，9月将送台立法机构审查。据悉，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原本以织女星计划为名，以 IDF 战机的发动机为基础，开发下一代战机的发动机，但因来不及，现在已确定改为向美方提出采购通用电气的 F414涡扇发动机。这一模式与当年台湾研制 IDF 战机类似，因此台军有人称之为 ADF 计划。